我左手专科毕业证，右手本科毕业证，双证在手，能文能武。进科经常打螺丝，退科考公考研考编。左手月薪6000，右手月薪3000。当你因为学历太高而进不了厂时，我转手拿出一个专科毕业证，你不就炸了吗？老铁，战士们的容错率就是这么高。空一级的长衫，我想穿就穿，想脱就脱。回家放羊丢人吗？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，我就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，想在大城市里面寻找机会逆天改命，真的不适合所有人。上学的时候奉献了学费，养活了老师，养活了食堂，养活了小卖部。开始上班以后，养活了老板，养活了租房的房东，养活了一条街上好吃的饭店。找一个女朋友，还养活了别人的女儿。月底的时候一算账，哎呀，差一点没有养活自己。自从开始养羊，有钱根本花不出去，只能存着。早知道以后干这个事儿，上什么学，上什么班，直接上山放羊去。我要早个20年放羊，早发大财了。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们，不然就去链家混一个底薪得了。今天面我的那个链家的大哥跟我说，本科他毕业了1年都没开单，1年啊，老铁们，1年没开单，这棉被不得被电成筛子了。我失业了，姐妹们，失业半个月了。其实也就是半个月前的某一天，当天都挺平静的，没有任何异样。然后突然在临下班前，老板把我叫进办公室，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近期公司的业绩不行，可能养不活我们3个人。没错，我们公司是小公司，总共就3个人。我是从他建立的初创期我就已经进去了，然后干了有2年。然后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从我现在的岗位运营，然后转成销售岗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2个岗位的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，我就婉拒了。我让他走了，就是正常的一个流程，优化流程，就走辞退嘛。姐妹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我发现90后宝妈想找一个离家稍微近一些的，然后呢，工资也还凑合的，真的是蛮难的。我回忆了一生，让曾经的相拥化作了寒风。前驱策展。现在都没有钱生活了，还想着以后养老的事情，想太多了。交社保就一定能养老了？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别忘了，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单位去上班，上了半年，对吧？不干了，这社保交的钱是没办法退给你的，再重新去找工作。现在的工作多难找啊，35岁都找不到工作了，我们40多岁的人了，上哪找工作？你找不到工作，你就没有人给你交社保，没有交社保，你就连接不上那个半年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一直不上班，是不是之前交的那个半年等于就白交了？我怀疑他是能耗1个月就1个月，是不是？你只能找到工作了，你才能把之前的那个交了半年那个社保连接上去啊。如果你一直没有工作，你这半年的社保就是白交了，那个钱就是白交了，对不对？9月1号，用人单位必须要给正式工缴纳社保吗？这是我个人看法，哪里说的不对，你们也不要喷我。首先第一点，现在你所交的社保，并不是说你以后所领到的，那谁都说不定。你现在交的是给那正在领社保的这些人交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全国有1.5亿人在领，如果他账户出现亏空，你提他们养老金试试，他们会不会出现暴动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越活越明白，人家都不交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账户出现亏空，那就只能由政府来买单。如果政府没钱怎么办？那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还没交了，你们慎重的考虑一下。如果你们的用人单位再给你们交了，那你们就去交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个人看法。
以后正常人将会越来越少了，不信你们等着看吧。其实现在疯的人就已经很多了，只是你们都已经习惯了，所以就都没意识到。你们觉得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？我觉得最起码的心理健康、脑袋正常，就是说话有逻辑、三观正、品行端正。在平时的话，就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，还有一些个人的情感问题。然后还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性格啊，对人对事不会有那种那种一惊一乍、非常极端的表现。还要有比较好的道德标准，没有显著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，比如说焦虑啊、抑郁啊什么的。但现在你们再去看看你们身边的人，包括自己，能有几个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？最多算是稍微正常。就包括我自己之前其实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，焦虑跟抑郁嘛。之前交的医保全给我干到心理科里面去了。当然这也没啥好说的，就现在这个社会环境，能有几个不疯的？要么小时候上学上疯了，要么工作累疯了，要么单身憋疯了。就算结婚了，都有结疯的，还有带小孩带疯的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被逼疯的方法。所以现在我觉得，如果有人夸我说我是个正常人，我会觉得这个夸奖的级别很高，真的。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有福了，聘好房马上就没有了。9月15号的新规，正常的户型不让打隔断了。之前我朋友总跟我说，住在隔断房里吃着拼好饭，这一辈子就过去了。现在走的可以体面一点了，现在这买卖怎么干啊？这一到期，3家客户全搬走了，一间续租的都没有。就这间，这老弟说想回家了，我说那么这么着吧，房租给你便宜点吧，便宜100不续，便宜200还不续，这便宜300我就赔了，这活咋干呢？这又空出来3间房，一朋院啊，1900、2000、2300，哎呀。这费用啥的也别收了，乱七八糟的，能租出去就行了。兄弟姐妹们，我把店撤了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今天门头已经全部都拆下来了，然后广告牌也全部都拆下来了。下午工人就过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拉走。哎，朋友们，看我背后那里有一个人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在中国灯具之都中山古镇的利和广场。你看这个广场啊，这些商家都是关着门的，整个这个大楼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，只有这一个老板在那里打着电话，东张西望。你说他这个心情啊，得有多着急吧？我现在上了3楼，3楼你看一下，3楼更惨，3楼连一个开门的都没有，更是一个人没有啊！你看这是啥？哎呀，没希望啊，没希望。我已经充分感受到生2胎的压力了，一个暑假才过一半，已经3万块钱花掉了，整个牙花了17000，报个大班课花了好几千，出去穷游了一下花了几千块，还乱七八糟的稍微花了一点。接下来还有眼镜、游泳，这个一直要花钱的。我还有2胎，2胎还小，现在花不了多少钱。我大的上初中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钱啊已经不经用了。接下来培训班1节课不是几十块了，是几百块。这个压力大的一比，你看这头发都白了，30几岁啊。等到儿子大了上初中了，我靠，这钱不知道怎么赚啊，根本赚不过来啊。能生1胎的就生1胎，不要生2胎了。家里有矿的，那你就生2胎。愁的我哎。前段时间人家给我介绍个女的，离异带个儿子，初中了现在。然后为了表示诚意呢，我给他儿子买了个手机，结果没鸟用，没看上我，手机也没退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。然后昨天我是周6嘛，他说无聊，然后我跟他一块去了苏州，然后玩了一天，花了有2000多块钱。晚上就住在苏州的，我们住一块了。我以为我们感情升温呢，没想到他说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大概意思呢就是，如果他有就是缺钱方面，我要能及时帮助的话，我们朋友可以一直处下去。
我是87年的，今年38岁了，一个农村的老光棍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小孩，现在也没有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现在我在28岁之前吧，还有很多朋友，有时候一起去打麻将呀，然后出去吃烧烤呀，出去玩呀，打台球啊，打篮球啊，都有很多朋友。后来过了30岁以后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了。那些朋友啊，基本上都结婚了，都玩不到一块去了。他们有家庭，就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朋友了，就一个人，做什么都是一个人。然后今年也回老家了，也不出去打工了，回老家了，也不出去找事做了，就回到老家里面。可能这辈子就这样吧。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也挺好的，就不像以前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还要经常吵架，或者是闹一些不开心啊，他还管着你或者怎么样。就有时候一个人其实有时候还挺好的，我感觉一个人也挺好的，真的。实在找不到也没办法。但是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的同龄人光棍们，他们估计嘴上说不想找，可能有大部分还是找不到吧。因为确实现在虽然剩女很多，但是说实话他们要求也高，不好找。现在他们可能有很多人，像一些二婚的，他们都对这个婚姻啊都不太信任了，不相信什么爱情了，不相信什么婚姻了，他们更看重的就是物质，真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些人现在真不好找，真的。所以这样也挺好，就是有点对不起家里人，对不起自己。就这样吧。晚上看2套财经频道的对话节目，名字应该是叫《对话北斗》。我的第一感受是失望，思考了一下，真的还有点绝望。前几天我刚聊了一下45岁这道坎儿，结果大家兴趣盎然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今天看了这个对话，年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。不谈具体的技术问题，就北斗的领导人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认为北斗的最核心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层决策层的老龄化。看看舞台中央对话节目组请来的都是北斗的核心管理层、关键决策层，而这些人都是老人。我目测了一下，都在60岁以上，甚至超过70岁。由这样的一群老人来领导决策北斗这样的项目，就是最大的决策失误。而台上诸君个个白发苍苍，人人鹤发童颜，尽管可以说保养得很好，但是真的老了。如果北斗的决策层继续由这个年龄的人把持占据，我真的看不到北斗的未来。尽管天上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有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 GPS， 还有边缘化的欧空局，奄奄一息的俄罗斯项目，但是包括北斗在内，太空定位、授时、互联依然还是一个新兴的、朝阳的、创新的行业，不是应该由一群60多岁甚至70多岁的老人来领导，作为核心决策层。说句真心话，他们真的太老了。在对话里， AI 观察员提出了6大核心问题，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决策层的老龄化。人到45岁，技能开始老化，老花眼怎么能够看到近在咫尺的纰漏？戴上老花镜，看到的还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吗？既然都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了，大脑的决策怎么能反映出问题的本来面目？
不是我歧视老年人，毕竟老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，不服不行啊！北斗要想发展、进步，甚至赶超 GPS， 必须下定决心解决关键决策岗位的老龄化问题。这个问题一旦解决，其他都会迎刃而解，北斗必将迎来一日千里的发展机会。